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本期视频我将为大家解读特斯拉在昨天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财报，同时呢，也借着这个机会聊一聊对于马斯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 SpaceX 的看法，把特斯拉和 SpaceX 两家公司我的投资观点一起告诉大家。屏幕前的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 Ace 的 Money Life 美股频道导航网页，下方有我的 YouTube 链接、Patreon 链接、哔哩哔哩 B 站链接以及我的 X 平台账号链接。欢迎大家在不同的平台关注我，也欢迎大家通过 Patreon 以及哔哩哔哩成为我的会员，第一时间获得所有的交易更新以及每日的文字分享。谢谢。在 Ace 具体分享特斯拉二季度财报好坏之前，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目前最新的股价以及过去几年的走势。那么昨天特斯拉暴跌了14.5%，收盘价不及320，那么具体数字是319.69。这个数字，我们把时间拉回到5年多以前的2021年初，当时的股价，也就是我鼠标现在画圈圈的这个点，已经来到了300，也就是说5年多的时间，从起点到现在的终点，其实作为特斯拉投资者没怎么赚钱。而特斯拉最长期的投资者，他们早在2021年以前就开始买入特斯拉。在2021年以前的2、3年，也就是特斯拉股价从几块涨到20、30，再涨到300的这一路向上的趋势中，是特斯拉投资者最幸福的时光。在那之后呢，就进入到中间这个区域，以及最近1、2年这个区域。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区域上下波动很大，不过也是很难赚钱。而最近1、2年，因为特别2025年下半年，特朗普获胜，当时整个马斯克所掌管的团队以及所领导的公司走势都很好，来到了历史新高，接近500的价格。但是之后走势不妙，一直到现在财报糟糕，股价下挫。所以回顾整个过去5、6年，对于特斯拉的投资要赚钱真的不容易。如果你什么波段都不做，并且是重仓位，真的挺难受的。除非你是2017、18年、19年就进入特斯拉的早期投资者，那么你的利润垫够厚，没有问题。Ace 的会员社群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还可以拿到今天，哪怕现在320再下跌，下跌到200多，他们应该还拿得住。但是对于中间段以及最近1、2年进入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受的。那么 Ace 也属于这一类投资者。我自己本人从第一次购买特斯拉的股票到现在，其实已经2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也制作了很多专题视频分享给大家。我自己也越来越了解特斯拉这家公司，了解马斯克这位伟大的领导者。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拥有任何特斯拉的股票。在前一段时间，我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430卖出了部分仓位，370清仓了剩下的所有仓位。屏幕前展示的是特斯拉新款 Model Y L，而且这辆车这个配色刚好也是 Ace 在新加坡前几周购买的新车的 specification。现在作为特斯拉车主，我非常喜欢它的产品，但是对于投资这家公司，说实话，我确实产生了动摇。说到这里有一些沉重，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特斯拉在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它依然是最好的电动车制造商，它依然是最强的物理世界 AI 公司，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在这些方面和特斯拉竞争。我们在嘲笑特斯拉电动车销售没有办法带来巨额的利润，但是看一下其他电动车厂家，他们活得比特斯拉难得多得多，大部分都还在亏本，甚至要倒闭。你比如说前一阵传出要倒闭的 Lucid 这家公司，只是放眼整个美股投资，特斯拉或许不是最好的标的。接下来 S 首先从3方面为大家讲解二季度财报：第一，储能；第二，Cybercat 和 FSD；第三，Optimus 人形机器人。首先，我们来看储能业务。储能业务是 Ace 分析特斯拉的第一步。这部分业务从个股分析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有潜力为特斯拉提供正自由现金流。
为 AI 业务的发展持续的输血。但是进入2026年，我们看最右边两根柱子，似乎这个观点产生了一些质疑。来看2026年一季度，一季度这根柱子高度特别低，远低于2025年4个季度，甚至相较于2024年2季度、4季度都要更低。它的部署量不令人满意。虽然毛利率高达40%，但是有一些一次性的会计调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进入2026年2季度，毛利率居然来到了只有20%。20%是什么水平？它相较于过去8到10个季度都很低，可以一直追溯到2023年2年前的2季度，当时是18%的毛利率。那么为什么毛利率会如此低呢？ CFO 解释道，这里面有约2.4亿美元的 warranty 成本，也就是以前的产品可能出了问题，但是还在质保期，发生了大额的产品质保赔付。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竞争，现在来自于中国的制造商以及美国本土小型的储能制造商压力太大。特斯拉的工业产品 Industry Products， 它的 ASP 产品单价下降的比较厉害。说白话，竞争大了，卖不起价格了，卖不起价格了，就赚不了以前这么多钱。而且更要命的是 ，CFO 明确说明，在未来几年，他们预期整个特斯拉储能业务的毛利率会在20%上方一点，这和我当初设想的会到30%甚至40%，差距很大。为什么当时我会有30%到40%这个预期？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图中，在过去6、7个季度，其实它一直是向上的毛利率，但是现在呢，我不知道会怎么走。所以现在特斯拉储能面临的问题是，部署总量似乎增速放缓。那么这张图是特斯拉在过去10来年部署总量的柱状图。我按照1季度、2季度总和乘以2，预估2026年储能部署总量只有44.6吉瓦，甚至低于46.7。当然了，3季度、4季度储能的部署总量可能高于上半年，所以可能还是会高于2025年46.7吉瓦的部署总量。但是我相信这个增速会远低于25年相较于24年，以及24年相较于23年的增速。所以现在总部署量增速下降，而毛利率下降的更厉害，双重打击之下，储能业务能够为特斯拉带来的自由现金流，会比我个人预期的小得多。换句话说，我当初的预期可能太乐观了。聊完了储能，我们再来看 FSD、Cybercab 以及无人出租车业务。这部分过去1年的表现我都不满意，这也是我卖出特斯拉的主要原因。有朋友可能说，为什么你不满意 Cybercab？ 你看图中不都量产下线了吗？多么漂亮！以及特斯拉在不同的城市开始 launch 无人出租车的业务了，尽管有的车它还不是 Cybercab， 它还可能是有安全员或者是有方向盘的 Model Y、Model S 等等。屏幕前是 Ace 制作的，在过去几个季度特斯拉 FSD 付费订阅数量。那么最新一季度，特斯拉的付费订阅来到了150万，但是其中 Upfront 买断的有55%，而按月订阅的有45%。其实 Ace 也是买断了，我在买车的2、3天之后，就花了约11000新币买断了特斯拉在新加坡的 FSD。我很期待可以用得上，要不然我就亏了。那么接下来能够持续带来现金流的，其实就是这45%的 FS 订阅。那么按照67.5万的订阅，我们可以算出来，每个季度这部分订阅能够为特斯拉带来约2亿美元的收入。那么这些收入多不多呢？如果去除以整个公司的营收，约占0.71%；如果去除以整个公司的净利，约占18%。换句话说，占公司的营收微乎其微，但是净利还是相当可观的。其实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特斯拉目前的净利非常的低
2亿美金就可以占到18%的净利了。这家公司目前净利以及自由现金流情况不是那么的乐观。我们再来看这条 FSD 付费订阅增长曲线，2021年4季度已经来到了40万，3年时间之后，2024年4季度翻倍来到了80万。在之后呢，每个季度它的增长都是稳定的。25年4季度增长30万来到110，26年1季度增长20万来到130，26年2季度也就是现在增长20万来到150万。看似增长，但是却没有出现我期望的爆发式增长，没有出现从130一直跳到200甚至更高好几百万的 FSD 付费订阅。其实仔细想一想，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 FSD 的用户主要在美国，但是美国毕竟饱和量不大，其他地区，欧洲、中国 FSD 还在艰难的前行，争取获得法律法规的绿灯。欧洲虽然获得了部分国家的绿灯，但是呢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而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获得批准的确定的消息。所以在这样的法律法规进展缓慢的情况下，要看到 FSD 付费订阅像我预期的爆发式的增长，似乎不太可能。我们至少还要再等2-3个季度。刚刚我们说的是 FSD 软件，软件很优秀，FSD 订阅用户也在增长，但是对于整个特斯拉的贡献其实还比较小，没有达到很多投资者包括我的预期。我们再来看硬件，也就是 Cybercab 这款车子以及无人出租车这个依托于 Cybercab 的业务。其实这是未来特斯拉的现金流，但是现在呢进展太慢。马斯克在电话会议明确地说 ，Cybercab 是一款新车，他们缺乏这款新车的驾驶数据，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快速的把 Cybercab 投入到无人出租车车队去运营。这是无人出租车业务整个车队数量发展比较慢的重要原因。说到这里，我们就提一个问题。这就是物理世界 AI 的难点。物理世界的 AI 逃不了法规，逃不了安全这些敏感关键的问题，所以发展慢就很正常。但是我们扯另外一个话题 ，SpaceX 也是物理世界做硬件产品，虽然和 AI 暂时没有强联系，但是它的发展未来在哪里？在太空，它不在地面。在太空没有联合国，没有美国，没有中国，没有欧盟，没有任何政府管辖，所以我非常看好 SpaceX 在未来的 scalability。而对于特斯拉，目前它的规模发展，它的 scalability 受制于地表的政策法规，发展就是很慢，涉及到人类的安全就是很慢。SpaceX 的产品是什么？未来会是 AI 数据中心，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身安全隐患，所以现在 SpaceX 股价持续下跌，我在持续买入，而特斯拉的股票尽管下跌了这么多，到320，甚至会跌破300，我依然没有要买入的计划。第三部分，我们来讲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以及和它间接相关的 Terafab。人形机器人，我们还是从2方面去论述。第一方面，它的大脑，也就是软件。第二方面，硬件。其实这2部分在本次电话会议都有重点提到，马斯克以及团队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人形机器人的软件，我觉得只会比 FSD 更难，不会更容易。FSD 它有大量的行驶数据可以用于训练，但是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呢，它网络上公开的数据质量非常低，而自己产生的高质量的数据量又很小，所以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只能积少成多。我认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它的大脑比它的硬件要重要的多得多。未来中国的厂家，他们会像现在的电动车一样，在人形机器人的硬件方面制霸。虽然特斯拉也喜欢搞垂直整合，它也会在美国做自己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但是它的竞争力，它的核心优势在未来还会是软件，就和现在 FSD 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数据缺失，训练需要时间，而硬件呢，我们就要说到 Terafab。特斯拉在电话会议里面明确强调，Terafab 能够实现存储逻辑芯片的量产，对于 Optimus 未来的大规模量产，我说的大规模可能是100万级别规模每年产量的量产至关重要。听这个意思，好像是说要实现如此大规模的量产，需要等很多年，因为 Terafab 没有5年是不可能芯片下线的。当然，我这个论点可能过于悲观了，但是目前我们的结论很明确，Optimus 第3代甚至第4代只会在工厂进行训练、采集数据，而真正进入到消费者手里，也就是真正能够大规模每年100万、几百万量产，必须要应用到 C 端，也就是你我都能像买现在特斯拉 Model Y、Model YL 直接购买特斯拉的 FSD 软件一样去购买才行。所以结合以上软件和硬件，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FSD Cybercab 无人出租车的业务还是要走在 Optimus 前面。我作为投资者，我不期望 Optimus 能够在这些业务之前就为特斯拉的股价带来强烈的催化剂。我认为大部分的投资者都不应该有这样错误的期望。以上为大家讲解完特斯拉3代业务 ACE 的看法，接下来还是回归财务，来重点关注特斯拉的净利润以及它的资本支出和自由现金流。通过2张图表非常清晰的去做阐述。首先来看净利润，2026年2季度特斯拉的净利润为11.14亿美元，但是有10亿美元来自于对 SpaceX 的投资，也就意味着减去10亿美元，特斯拉整个2季度单季度净利润仅仅为1.14亿美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还记得吗？ FSD 按道理1个季度就会带来约2亿美元的净利润。换句话说，如果要是没有 FSD 这2亿美元，特斯拉直接就亏本了。想想这是挺可怕的，为什么？因为至少从 ACE 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柱状图可以看到，至少从2022年1季度开始到现在，特斯拉净利润从来没有出现过负数。如果接下来有出现净利润为负的情况，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能不能接受？那么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些膈应。再来看净利润里面碳积分的百分比也是越来越低，特别是2季度只来到了13.11%，特斯拉能够收到的碳积分净利润越来越少了。然后第2张图，我们来关注自由现金流，也就是红色柱子的部分，以及灰色柱子代表的资本支出。很明显嘛，2026年2季度最后这根柱子出现了0的下方，那么它的自由现金流变为了负数。而它的资本支出呢，一条长长的灰色柱子非常大。而且 CFO 以及马斯克还强调，2026年本身就是特斯拉这家公司资本支出的大年，要花钱扩建 Cybercab 的厂房、Optimus 的厂房，还要做 Terafab 的投资，很多投资，很多厂房要建。而未来2到3年，资本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就意味着，从2026年2季度重新出现的负的自由现金流可能会一直负下去，而且越负越多。所以综上，净利润在减少，有可能甚至不赚钱，自由现金流在持续减少，而资本支出在持续增加，那么特斯拉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就会恶化。当然，我不怀疑特斯拉的融资能力，它肯定能拿到钱，只是它的财务状况和巅峰时期，也就是造车非常赚钱、钱滚滚的来、车哗哗的卖的那个时期相比，是差了不少。那么我们可以用4个字吧：青黄不接。Optimus 还远 ，Cybercab 发展不如我的预期，储能业务下降，所以综上我是比较悲观的。听到这里，可能很多特斯拉的死忠投资者都已经骂了我好几次了，甚至几十次了。他们可能觉得，ACE，你把特斯拉的股票卖了，就开始说它不好。哎呀，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 YouTuber。怎么讲呢？我是尽量想客观，但是我也想把目前特斯拉的困境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它的未来。它的未来那个终点在那里不变，但是你作为投资者，
能不能忍受从现在到终点非常艰辛的投资路程，这也是要评估的。就好像 Ace 本人投资的火箭实验室一样，我也看好它，但是我也明确的说，130到150的价格太高，千万别买。这样的话，我说去的时候，也有投资者认为我卖出去股票就看空 RKLB，而真正看多一家公司是在它股价越低买的越多的投资者才对。诶，有人就问，那你为什么现在不买特斯拉？就是因为我短期其实不看好，中期也比较保守的观点，而且仓位也没有办法配置的给特斯拉。目前我的大部分仓位都在商业太空，都在一些 AI 基础设施，就是我有高贝塔的股票，也有 AI 基础设施龙头股这样比较稳定的压仓石，这个组合就目前比较舒服，所以我没有必要再把特斯拉这个不确定性加进来。然后视频的最后，我想再聊一聊 SpaceX，再聊一聊合并。在这次电话会议上，马斯克及其管理团队对于分析师提出的合并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回答。虽然根据 SEC 规定，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说 yes or no，但是他们说的话都是正面的，都是说两家公司的协同性 synergy 越来越强，两家公司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我的观点保持不变，特斯拉和 SpaceX 最终会合并，但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以什么股价去合并，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么，作为投资者，不管你是特斯拉的投资者，还是 SpaceX 的投资者，还是两者的投资者，你需要思考下面这个问题：特斯拉，你看好它的未来吗？你觉得它的股价现在高吗？同样，SpaceX，你看好它的未来吗？你觉得它现在的股价高吗？假设你很看好 SpaceX 而不看好特斯拉，那么合并之后的公司你还看好吗？其实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非常看好 SpaceX，它继续跌，我有信心继续买。具体原因阐述过很多次了，刚刚有提到，我认为在太空它的竞争力是无敌的，它可以说是这个地球上竞争力最强、护城河最高的公司。嗯，而特斯拉呢，现在外部竞争很大，电动车竞争很大，FSD 其实也有竞争。那么我就要去思考啊，如果 SpaceX 收购了特斯拉，如果它的溢价我不满意怎么办？我的仓位怎么去管理？反过来，如果你是特斯拉的投资者，但是你不看好 SpaceX，也要特别去思考啊。如果收购发生了，你还要不要去投资？你还要不要保持现在的仓位？我认为 SpaceX 和特斯拉两家公司加起来占你的仓位需要控制，不能过大，因为一旦合并发生，你的仓位的波动性可能会很疯狂。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我的观点对你或多或少有帮助，希望大家订阅我的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